你要干什么？好！本座永生不死的阴压终于练成，只缺魂魄，今日正好借你魂魄一用。我做了千百万年的阴压，教出过先帝，见过神明死去，也看过天地崩塌。直到这一日，仙魔洞内的缝隙松动。我的身体是老头我把你从河中捞起来的。你如何称呼？三鬼爷，喜岩谷派的。喜岩谷派。现在是谁掌天命？天命还未有人能承载。踏空先帝呢？踏空先帝在3万年前就失踪了。震天海城的黑龙王呢？没人知道。黑龙王也在3万年前失踪了。是小黑种。我们走。小黑，你安心去吧。这一世，你帮我夺回了身体，总有一天，我踏灭凶狱，为你报仇。我们回喜岩谷派。我们走吧。刚才谁在此烧纸钱？回大人，是一个老头和一个青年。听守卫说，前不久有一个老头和一个青年在此烧纸钱。给我追，找到他们！殿下可是要去神山？追！回殿下，没有找到烧纸钱的人。这个符号很久很久没有再在震天海城出现过了，是敌是友？吩咐下去，所有人留意这2个人，不得张扬。一有消息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神山那边取消。我需要翻阅一下祖宗留下的古籍，这件事有点古怪。凡人，你来喜岩谷派做什么？我要见你们长老。长老是你想见就见的？喜岩谷令，快报大长老！长老，不好了，派中来了一个凡人，要当我们的首席弟子。把他轰下山去。可是，他是三鬼爷推荐来的。三鬼爷？他手里有三鬼爷那枚喜岩谷令。喜岩谷令，找其他5位长老，让那凡人在大殿等候。是。宁人，你的宗门已经不是当年了。喜岩谷令呢？是真的。三鬼爷呢？他去了翠红楼。你有什么要求？听说喜岩谷派的首席弟子位子还空着，三鬼爷也大力推荐我来当喜岩谷派的首席弟子，所以我要当喜岩谷派的首席弟子。首席弟子之位不是儿戏。我知道，但是执喜岩谷令者可以提一个要求，这是你们师祖明仁先帝立下的规矩。你手中的谷令说不定来路不正。我明白，诸位长老怕我是从三鬼爷手中强抢过来的。如果诸位长老不相信，可以派人去翠红楼去证实。回长老，喜岩谷令确实是三鬼爷自愿给他的。请本相进来。体质凡体，寿轮凡轮，命宫凡命。喜岩谷派的首席大弟子，莫说黄体圣体，至少也得是先天之体。你的条件
不适合成为首席大弟子。我知道，我的条件就是成为首席大弟子。我相信，鸣人先帝的后代不会做出违背祖训、欺师灭祖的事情来吧？如果此令落入其他人手中，后果就难以设想了。就算是如此，洗岩谷派的首席弟子，无论出身还是背景，都必须经过全面调查。这是你们的事情。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其他门派派来偷学先帝传承，我不需要成为首席弟子，凭此令，我就可以直接索要秘籍。一令在手，我真有心害洗岩谷派，不是一件难事。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洗岩谷令一直在外，对本派也是隐患，不如询问掌门意思，传讯掌门。掌门怎么说？3天后拜祖师，拜过祖师之后，你便是洗岩谷派首席大弟子。长老，九圣妖门来信。九圣妖门要考核李奇。九圣妖门，九圣妖门传人李双言与洗岩谷派首席弟子有旧约婚约，这次考核就是要看看师兄是否配得上桩婚约。长老休怒，具体情况南师弟也跟我说了。如果我真的经过了考核，对于洗岩谷派那可是大功劳，有功必赏，我提条件，这是应该的。那也等你通过了再说。这个可以提，你放心，只要你通过了，宗门内的功法除了天命秘术、核心先帝功法之外，其他任你挑选，前提是你能通过考核。其他条件可以等我通过再言。不过，其中一个条件，我可是需要现在提。等我达到一定的运体境界之后，我需要一份圣体膏。狮子大张口！长老，此话已过。试想一下，有九圣妖门与我们联姻，这是一桩何等大的功劳！圣体之膏虽然珍贵，但是我觉得是物有所值。圣体膏谈何容易？如果你成功了，论一份圣体膏也不算太过分。但是现在宗门无法满足你，炼成一份圣体膏还缺不少灵药。我高估了今天的洗岩谷宗。那好，我退一步，我要黄体膏，最好的黄体膏。这个我可以答应你，前提你能成功。不过去九圣妖门之前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要求。谁都不知道去九圣妖门是生是死，所以我需要学点功法，有1、2件兵器护体。你倒有点小聪明，见识谋利。宗门内堂主之下的功法以及兵器，你可以各选1件。诸位长老多虑了，小子又何敢狮子大开口？听说宗门内有一门奇门刀，有速成的功效，所以小子就选此术，再选一把能配合此术的双刀如何？奇门刀，回谷兄，那是宗门内的一门武技，不足为道。没问题。怀仁，你把奇门刀的秘籍送到孤山，给他挑一把适合此术的最好的双刀。是。你还有什么小要求吗？小子暂时没有了。好，回去吧，好好准备一下，3天后启程。待你回来之后，再让你拜祖师。师兄，这是奇门刀和双刀。还算称手。缺了几处。鸣人年少时修炼的刀术，后人倒真没人愿意练。
就我们3个人。师兄，长老们最近都要闭关修炼，不打算去了。闭关修炼是怕丢脸吧？反正我都没机会通过考核。他们身为长老，若亲自出场，失败还是小事，但他们丢不起这个脸。师兄，这是我师尊为派中护法，此行还请莫护法照拂。我们启程吧。这道门当年曾嵌满仙土金币。原来是莫兄亲临，莫兄久违了。劳驾父兄了，父兄亲自相迎，莫某不胜荣幸。此次我等乃是为考核之事而来。此事长老已吩咐。这位就是贵派的首席大弟子吧？正是，李七乃是我们喜烟谷派的首席大弟子。考核之事只是有意切磋而已，莫兄也不需要勉强。考核而已，何足为道？请莫兄随我来。你们3个就住这里吧。师兄真是勤奋，与师兄的努力相比起来，我是自愧不如，勤能补拙而已。这位是九圣妖门的张师兄，乃是我的好友。师兄第一次来九圣妖门，不如跟我们随处走走，熟悉一下环境如何？也好。那就是喜烟谷派的首席大弟子吗？一个凡夫俗子也能当首席大弟子？喜烟谷派的首席大弟子也太不值钱了，这样的俗物也够资格娶李师姐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师兄，你可要小心一点，九圣妖门的传人有无数追求者，小心他们对你不利。一个女人而已，至于吗？师兄，这里可是九圣妖门，不可造次。大仙级别的决斗场，此决斗场乃是我们祖师亲手打造，能承受大邪战斗的力量。四象识人，那个白痴在干什么？乡巴佬没见过石雕。这石雕有点高，送我上去。你是送我上去呢，还是继续让大家看猴戏？师兄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喜烟谷派只不过是不入流的小门小派而已，一个乌龟王八蛋也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，一个草包白痴而已，也想娶我们师姐。娶你们师姐，这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就算是天女仙子要嫁我，我都还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娶她，更别说你们师姐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主辈，有本事别跑！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，区一个凡人废物，也敢大言不惭！我看一看九圣妖门还剩下有哪一些底蕴。原来是杜兄啊！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南怀仁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到一边凉快去，否则连你也一块收拾了。杜兄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狗不挡路，不想做狗就滚到一边去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喜烟谷派这等不入流的门派，也敢在我九圣妖门暴打！师兄，算了，别与他们一般见识。杜耀光是九圣妖门重点培养的弟子，是许护法指定的关门弟子。我九圣妖门指古牛江国牛耳。喜烟谷派虽然只是小门小派，我们也不会慢待客人。但是最近我们兄弟丢了一件宝物。杜兄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最近我九圣妖门没有什么外人，这2天也只有你们喜烟谷派在此做客。杜兄，请注意言辞。喜烟谷派已经是破落了，一穷二白，谁又敢保证你们喜烟谷派不会被偷鸡摸狗之辈混进去？连一个废物凡人都能当你们喜烟谷派的首席大弟子，收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混混做弟子，
也不足为奇。我们要见你们副堂主，不论如何，此事都必须给我们喜岩谷派一个交代。就凭你与你们的首席大弟子废物，还不够资格见我们的副堂主。喜岩谷派算什么东西？那种废物首席，待在我九圣妖门都弄脏门槛。这事是你的意思也好，你们堂主护法的意思也罢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你这姓杜的小子，无非是喜欢你们九圣妖门的传人。哦，那个叫李双颜的女子，你们九圣妖门的传人李双颜想嫁给我，那只是你们九圣妖门一厢情愿而已。凭你们九圣妖门的这点地位，你们的神女在我身边做一个婢女，我还是要考虑考虑的。至于你这样的水平吗？你这种蠢货，如果你们的神女还有点天赋的话，还真看不上你这种蠢货。小畜生，找死！本座就成全你。曹远光，要打架我奉陪。好，南怀仁，本座先收拾你，再斩了这小畜生。怀仁，既然有人要夺我性命，我会亲手杀了他的，你看着就是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一个学了三脚猫武技的废物，竟然敢言杀死我这个辟宫境界的修士。那好，本座就给你一个决斗的机会。武技战道法，喜岩谷派的人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。也好，决斗场所见。不可，师兄，万万不可！杜远光已经是辟宫境界请入层次，你远远不是他的对手。没事，不就辟宫境界吗？又不是王侯。啊！杜师兄，一剑斩了他的头颅！出言如履是铁，不能便宜他。你们九圣妖门的弟子都是银样蜡枪头吗？只会嘴上叫嚷嚷的无知的小畜生！本座第一剑必把你钉在地上。要动手就快点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出手吧！受死！剑下留人！看来我刀法还差点功候，一剑换个教训。我们走。快去报副堂主！这不可能，奇门刀只是普通武技，怎么可能杀死辟宫境界的高手？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悟通而已。哦，不好，我们的小院已经被九圣妖门弟子封锁。来得倒快。父兄，我们两派之间有点误会。哼，误会？如果是误会，与我们徐师板说去。真命境界，如此年轻，已经能独当一面。这是许护法的大弟子徐晃师侄，杜远光将要拜入许护法门下，现在惨死，徐师侄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杀人偿命，血债血偿，这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徐道主，此事有误会，杜贤侄之死只是一时失手，并非故意。杀人偿命没得商量，交出罪人，否则喜岩谷派自寻死路，招来灭门之祸。徐师侄，是非曲直，应该要有一个公平的审断。审判，在我九圣妖门没有审判，杀我九圣妖门弟子者，唯有连以死谢罪。难怪九圣妖门乌烟瘴气，原来尽出你这种蠢货。爷，祖宗，你少说两句又不会死。凭你这话，就足可死1000次。莫护法，你若自误，副堂主，难道这是你们九圣妖门的待客之道吗？如果莫护法交出罪人，依然是我九圣妖门的贵客；若是莫护法继续包庇罪人，只怕不单是你自身难保，还会给你们喜岩谷派带来灭门之祸。哼，灭门之祸？九圣妖门太把自己当做一回事了。要灭门，
也是你们九圣妖门。好，好，好，无知小儿！住手！长老，九圣妖门大长老，竟然惊动了他。公平决斗，被杀，只能怪学艺不精。九圣妖门与洗岩谷派联姻之事乃是门规，但联姻大事不可儿戏。洗岩谷派想取九圣妖门的传人，必须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实力。九圣妖门总算出了个敢担当的人物。当然，你们按规矩来，我也一样按规矩来。你们不就是想考核我吗？可以，我奉陪就是。夕颜，考核场上我会让你后悔。你给我规规矩矩的考核，再闹出什么事情来，你就不用回洗岩谷派了。到时谁都救不了你。师兄，这可是九圣妖门，不是洗岩谷派。你刚才那几句话真会要命。如果九圣妖门都不安全，其他地方就更加不安全了。你这种白痴，不让你受受教训，就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考核什么时候开始？宰了他！不知所的东西，也敢来我九圣妖门放肆！入我九圣妖门，死10000次都不够。这一次考核，如果你能通过，两派联姻就以祖训为准；如果不能通过，或者丢失性命，只能怪学艺不精。只能说你们九圣妖门已经大不如前了。当年洗岩谷派乃是天下朝拜，九界俯首，你们九圣妖门无非是享受洗岩谷派的庇荫，谋求更好的大局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所以你们反悔当年的诺言了。看来你们这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哼，若论一代不如一代，那是你们洗岩谷派。今日九圣妖门掌执江国，我九圣妖门的公主不是草包废物能配得上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逞嘴舌之力改变不了什么。我九圣妖门给洗岩谷派一个机会，正是因为守当年的诺言。如果你胆怯，现在想退出，我九圣妖门也不为难你。当年诺言也就此作废。既然我都来了，那就来挑战吧。就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样考核。你们放马过来，我奉陪便是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道行还浅，我们殿下也吩咐下来，给你一个机会。第一场文考，第二场才武考，至于第三场，2场足矣。如何文考，如何武考，说来听听。放肆！怎么，没考就想动手了？文考很简单，文招入乱心林，谁能走得越远，谁就胜出。嘿，入乱心林，洗岩谷派的一个草包废物能行吗？徐师兄当年考核曾经入乱心林5层，现在他已经是真命境界，入第7层不成问题。一个修武技的人连道心都不具备，何被谈入乱心林？乱心林，老鸡头亲手打造，专门磨砺道心的地方。无知小儿，你先进。我乱心林这种东西，对于我来说太没有挑战性了。如果我先进，只怕你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先吧，免得又说我不给你机会。无知的东西，连道心都不知为何物的废物，也敢大言不惭！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你能入几层。几层？这太没挑战了。穿过14层，那不是个事儿，所以我才要让你先进去，免得太打击你了。洗岩谷派的人都是这么不要脸吗？吹牛不打草稿，穿过14层，他以为乱心林是他家后院。14层，你能穿过14层，我叫你一声爹。我没有你这么不孝的儿子。好，既然你口出狂言，敢不敢与我赌一局？赌什么？如果你能穿过14层，我自行认输；如果你做不到，就跪着从我胯下爬过去。如果我穿过了14层呢？你是不是也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呢？如果你穿过14层，他就跪着从你胯下爬过去；你做不到，就从他胯下爬过去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赌，那我同意就是。徐师兄，就让他好看，跟他赌一把。我等着你跪着从我胯下爬过。
区区幻象，也想乱我道心？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。居然修炼了猎图剑诀的大邪命功！乱心灵，乱的是心，以功法杀过去，已经走偏了。第6层了，第7层。这样年纪能入第7层，在门中年轻一代弟子之中已经是一流了。差一点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需要强求。该你了。现在服输还来得及，凭你这种连道法都没有修炼过的废物，能穿过第1层就已经是奇迹了。如果你现在跪着爬过去，我是不会为难你的；如果等一会儿爬过去，那就有些难说了。不，我是等着你从我胯下爬过。千百万年的苦难，我经历的太多了。区区乱心灵，动不了我的道心。一个连道法都没有修炼过的凡体废物，能通过第1层？第8层，第1层，第2层，第3层，第9层，第11层。第4层。开胃小菜，滋味一般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怎么样，跪下爬过来吧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！这不可能！难道乱心灵出了问题了？一定是这样！乱心灵的禁制失效了，这一局不算，一定是乱心灵失效了。乱心灵从剑门以来从来没出过问题，让我试试看。乱心灵没有失效。你身怀重宝，一定是这样，他身上藏有先帝宝器。作弊，这一局不算，凡体废物能过14层，鬼才信。乱心灵是你们九圣妖门的，规则也是你们定的，输了就说我们作弊。哼哼，以宝物作弊当然不算。既然你们说我藏有宝物，那就找，找到了归你们。请仙古镜，照出宝器，看他还怎么装。开始。凡体，凡轮，凡命，命宫未开，尚未修道，身上未带任何先帝宝器。满意了。李七夜并未作弊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还不服？把你的狗眼睁大！第8层，第9层，第10层，第14层。现在看清了吗？爬！李七夜，你别太过分！赌局是你提的，许红，九圣妖门输得起，愿赌服输。人敬我1寸，我敬人1尺。他人得罪我1寸，我便得罪人1尺。天才弟子，在我眼中什么都不是，九圣妖门也算不了什么。
儿。文考过了，武考吧。许环身体不适，武考可以换人。护法，我没事。武考，我可以再战。玉兄，徐弘心性坚定，给他一次机会。武考之上，我若有闪失，以死谢宗门。好，武考由徐晃迎战。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力图剑法，这一次许师兄必胜。这是真命境界，师兄连道法都没修过。一根破木棍，洗岩谷派真是没落了。普通木棍，过来！哼，大爷把你抽成猪头！真气被一根木棍打落了。现在轮到我了。不可能！破绽太多。还是没有神力波动。我杀了你！师兄，小心！那是什么？徐师兄肋下竟然藏着爪子，金条爪，这是妖体杀招。比试已经结束，他竟还下死手。原来你不是输不起，你是想死。李七夜，你敢！我本来只想抽你一顿，可你想杀我。我是九圣妖门天才弟子，你若敢动我，西岩古宗护不住你！求了，放了他。怎么，小的打不赢，老的亲自下场？小辈休狂！他若有半点闪失，本座今日亲手斩你。本来我还可以饶他一命，可你威胁我，你敢！慧儿，李七夜，今日我要你偿命！不可！九圣妖门果然输不起。师兄！石像动了！九圣妖门的石像竟然在护他！不可伤我宗门护法！别自讨苦吃。玉护法，一脚就一脚。幽狂！朕连大长老都挡不住。我说过，你们九圣妖门若不按规矩出牌，我不介意把这里推倒重来。一尊石像竟敢反噬我九圣妖门！长老，轮月妖皇莫冲动。掌门，这是我九圣妖门的守护神。守护神？我们九圣妖门还有守护神？可守护神为什么护一个外人？长老，玉护法，请李公子上天殿一叙。既然还有识货的人，那就去续一续。李公子，请。师傅，他刚才说要推倒九圣妖门，原来不是吹牛啊！闭嘴！现在才知道，师兄威武！玉护法竟然亲自给他引路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老朋友，辛苦了。请。一个凡体小辈，见诸长老而不拜，要我拜，你受得起吗？诸位长老，今日请李公子来，不是问罪，
李公子，万古以来，从未有人能让我九圣妖门守护神显灵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哼，唠嗑。啊，唠嗑？说说家常，谈谈过往，他们听高兴了，自然就动了。荒唐！我九圣妖门守护神岂会听你闲聊？那你去聊，聊得动算你本事。李公子若愿告知沟通守护神之法，我九圣妖门必有重谢。你们自己的守护神，倒来问我。守护神沉积万古，今日因李公子而醒，此事我九圣妖门不得不慎重。慎重可以，但别打歪主意。李公子何出此言？刚才许护法怎么死的？你们没看见？规矩之内，我讲道理；规矩之外，我也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道理。李公子想要什么？我要与4尊守护神滴血。不可！那是我九圣妖门守护神。我不是带走他们，只是有时候借用一下。外人不行。行不行，由不得你们。不服，去问你们的守护神。李奇业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我真要对九圣妖门不利，你们现在没机会坐在这里跟我说话。今日我若横推九圣妖门，除非你们始祖重生，否则谁能挡我？李公子可滴血。陛下，守护神既愿显灵，便有守护神自己的选择。哼，聪明人。放心，你们按规矩办事，我也按规矩办事。4尊守护神依然镇守九圣妖门。李公子，我九圣妖门有一圣地，万古未开，不知李公子可有兴趣一观？陛下，不可！让李公子看看也无妨。圣洞？你怎么知道圣洞？你们始祖九圣大仙留下的东西，不难猜。若李公子能打开圣洞，我九圣妖门必有重谢。可以试试。不过，若打开圣洞，里面有一件东西，归我。这需要商议。可以。圣洞之内，任李公子先取一物。你比他们有魄力。准备好了，再来找我。我先回去。陛下，圣洞之事是否太仓促了？但圣洞万古未开，若他真能打开，未必不是机会。可若里面真有先帝宝器，难道也让他先取？打不开，里面的一切都只是传说。若他能打开，便证明他是变数。一个凡体凡命的少年，凭什么？守护神选择了他。乱心林14层，2次轻易走过。守护神苏醒，护他杀敌。此子邪门，不能以常理度之。传令下去，今日宗门之事，任何弟子不得泄露半句，违者重处。师傅，这待遇掌门来了都未必有吧？少说话。李公子，好生歇息，明日若有安排，我亲自来请。想问就问。师兄，那事儿成了吗？哪事？就联姻那事儿，娶李公主那事儿。李双言没问，也懒得问啊。一个女人而已，何须劳神？那可是古牛江国公主，九圣妖门传人啊。想看？师兄，我就看一眼。拿去。多谢师兄。这真是祖殿里那根烧火棍？没错。可他怎么能抽落炎金玄剑，还能打软金雕爪？棍子普通，用的人不普通。师兄，我能耍一下吗？哼，瞧你这胆小样，耍吧。送到我手里就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心诚则灵。师傅，这话怎么听着像糊弄人？
你知道就好，别说出来。堂堂王侯，竟给一个凡体显辈当车夫，少说两句。这4字乃我始祖九圣大贤亲手所留，历代掌门天才才子无人能解。你笑什么？想起一个老熟人，始祖面前不得轻慢。他若在这儿，未必敢让我轻慢。李公子，还是先开动吧。急什么？他到底会不会？别急，守护神都为他出手，或许真有办法。这小子不会是在装神弄鬼吧？从上午做到现在，生动毫无反应。拿笔墨来。笔墨。原来如此。一地鸡毛，天妖为我，一地鸡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放肆！你竟敢羞辱我九圣妖门始祖！一介武夫，懂什么文字经奥？开了！看见没有？你们始祖留下的良苦用力，你们一点都不懂。这4个字竟然真能打开圣洞！因为你们始祖本来就是一只山鸡成道。你敢说始祖是鸡精？住口！圣洞已经开了，走吧，看看你们老祖给你们留了什么好东西。紫龙双剑、灭魔塔、九星合勺、圣天木舟，这些都是宗门秘录中的宝物。青木古秘竟然真的在这里！先帝宝器，明仁先帝亲手留的先帝宝器。别忘了，我先取一件。李公子，你不会要取先帝宝器吧？你很紧张？那可是我九圣妖门祖传底蕴，我九圣宝门言而有信，陛下既已答应，便绝不食言。还算有点气魄。他没选先帝宝器，先帝宝器而已。啊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他取走的到底是什么？我闭关未出，未能亲见李公子，实为遗憾。来日方长，不急。面对妖皇陛下还敢这样说话？李公子，可愿留在我九圣妖门？洗岩谷派能给你的，我九圣古门一样能给。九圣妖门长执古牛浆果，资源、功法、地位，皆非洗岩谷派可比。你留在这里才是正途。妖皇好意，我谢过。但我与洗岩谷派有缘，既然我是洗岩谷派首席大弟子，便终生为洗岩谷派弟子。区区洗岩谷派又如何与我九圣妖门相比？真正的强者不在乎宗门强弱，真正的无敌也不在乎出身王侯草莽。既然此间事已了，那就让你们的传人出来见一见吧。李七夜，你莫要得寸进尺。在我眼中，再逆天天才也没什么好矫情的。双儿，见见李公子吧。黄体、黄轮、圣命，古牛浆国年轻一代第一天骄，如此天赋，便是放眼大中岳，也足以傲后和同辈。你就是李七夜？还不错。做我妻子还差一些。不过圣命资质的确可用，我身边缺一个剑士，你若愿意，可来洗岩谷派寻我。放肆！李双岩乃我九圣妖门传人，古牛浆国公主，你竟让他做剑士！李七夜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机缘，我不强人所难，机会我已经给你，能不能抓住？就看你自己的造化。羞辱我九圣妖门传人，岂能让你就这么走？让他走。
狂妄！将来你会明白。陛下，他如此羞辱我九圣妖门，绝不能轻饶。是真龙终要腾飞9天，是神皇终会威扫八荒。是龙是晃，拭目以待吧。师兄，怎么样？你和李公主的婚事成了吗？婚事？对啊，九圣妖门郑重请你入天殿，难道不是谈婚事？我又没说要娶她。她若愿意，我倒可以收她做剑士。剑士？那可是九圣妖门传人古牛江国公主，一个女子而已，何须大惊小怪？古牛江国多少年轻俊杰想娶她都没机会，到了师兄这儿只配做剑士。此件事已了，该回洗岩谷派了。李公子一路顺累。玉护法亲自送他，听说掌门亲自下令，不得外传那日之事。回去之后如何汇报？那就看你怎么选了。是站在我这边，还是站在6大长老那边？师父，你一句话，我照办不误。只要师兄一声令下，我赴汤蹈火。总有一天，你们会明白，今日是你们人生最正确的一次选择。当年100万里宗土，天地精气如汪洋，如今却如风中残烛。明人，我既回来了，便会让洗岩谷派再临9界。师兄，长老们要见你，走吧。李奇业，你已经通过九圣妖门考核，是，所以我该得我的奖赏了。奖赏？有些事你还没说清楚。于洪乃九圣妖门年轻一代佼佼者，道行甚至可比我派堂主。一个刚入门的凡体弟子未修道法，如何胜他？道法繁于武技简洁，我修奇门刀术，走诡异之路，生死相搏，只要一缕破绽，便可定胜负。荒谬！凡人杀真命高手，狂妄无知。别人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诸位长老别忘了，我是替洗岩谷派去九圣妖门送信。去之前，你们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。如今我活着回来，还通过考核，功臣归来却被当成疑犯审问。这就是洗岩谷派对功臣的作风。此语严重了。重不重？我用性命完成约定，宗门若反悔，日后还有谁愿为洗岩谷派效力？我们并非怀疑你，只是此事蹊跷。徐辉之事暂且说得过去，乱心林呢？九圣妖门乱心林，千百万年来少有人能破，你如何2次穿过14层？乱心林考的不是道行，考的是道心。你区凡人，道心能比王侯更坚定。道行高，不代表道心稳。万古以来，多少真人圣皇道心不坚，最终走火入魔。真人圣皇也是你能评论的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若诸位长老不信，大可去九圣妖门求证。此事就此作罢。你确实立了功，该给你的奖励，宗门会给。第一，等你达到运体境界，宗门会为你准备一份黄体膏。第二，宗门功法、命功、体术、术法，你可各挑一份。可以。不过，当日宗门答应我3个要求。你说？我需要一件兵器护体，所以我要在宗门中挑一件宝器或者真器。你胃口倒不小。可以，神压封下3层宝器、真器、兽宝，随你挑一件。谢过长老。怀仁，弟子在。你陪七叶去。是。师兄。
长老们还是在怀疑你，随他们想，尤其是熊长老。他之前不是还支持我做首席大弟子？那是以前。熊长老曹雄一直想争掌门之位，他原本想让徒弟何英健当首席大弟子，可掌门一直没同意，所以我挡了他徒弟的路。不止，如果师兄只是个废物，做了首席大弟子也没危险。可若我通过九圣妖门考核，又可能与李双岩联姻，就不一样了。正是如此。洗岩谷派没落，不只是外敌强，里面也烂得不行。师兄，神崖峰是宗门重地，藏经阁、藏兵阁、藏宝阁，全在峰顶三角古院之内。传说当年鸣人先帝得神崖指引，才在此地建立洗岩谷派。神崖指引？师兄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黑珠冷铁，师兄认识这铁链，能用这种神铁锁在这里的人不简单。他是三角古院的守院人，没人知道来历，也没人知道被锁了多久。他是被罚还是自愿，这就没人知道了。有人说他是宗门罪人，犯了大错。师兄，先挑功法还是先挑宝器？先入藏经阁。怀仁师弟，师兄，他就是那个靠古灵混成说首席大弟子的反体废物，听说他去九圣妖门考核了，这么快回来，肯定失败了吧？说他们知道师兄在圣妖门做了什么，恐怕连站都站不稳。第一层多是普通功法，普通弟子都能修炼。第二层以上才是堂主或有功劳的弟子能选。地术呢？与地术有关的，至少要上第三层。他装的倒挺像，凡体、凡轮、凡命，就算给他地术，他看得懂吗？这些功法不可能都借出去了吧？听说宗门丢了很多功法秘籍，真正的核心地术可能不超过3本。地统仙门，地术寥寥。有人说3万年前，宗门败在圣天教手里，被抢走大量地术。穆少帝呢？啊，师兄也知道穆师总。传说5万年前，穆师祖是继鸣人先帝后最有希望承载天命的人。他曾与踏空先帝争锋3胜3败，但最后还是踏空先帝承载天命。是，后来穆师祖再也没有出现，洗岩谷派没落，果然不是一日之寒。鲲鹏小异六式，师兄还剩1本功法名额。师兄，你不会要选这些吧？武技总纲、武技杂术、铁皮铜筋，这些都是最普通的武技啊！这些在宗门里谁都能看，几乎没人修。我自有打算。若是别人这么选，我一定觉得他疯了。可师兄疯起来，往往都是别人看不懂。长老手令上写，也可挑3本秘籍。我知道，一门命功，一门术法。第3本我不挑，这些武技本门弟子皆可翻阅，我借阅不违规吧？武技总纲44册，武技杂术36册，铁皮铜筋40册。啊，120册武技之秘，他疯了吧？凡体废物果然有自知之明，道法修不成就去练武技，练完这些也还是不入流，去倒流。武技浅尝辄止便可，不可多看。我第1门修炼的奇门刀术就是武技，威力还算不错，练个300-500门，说不定天下无敌。300-500门不够，3-5万门才天下无敌吧？那什么小废物就是草包飞。你们若见过他用烧火棍打落真气，就笑不出来了。鲲鹏小异六式，这门功法不错，此乃核心地术鲲鹏6变的末技，若能修好，日后修炼鲲鹏6变事半功倍。凭什么他能修地术末技？就算给他，他也修不成。月窝阳轮功，又是一个求速成的笨蛋，废物就是废物，还想靠速成功法翻身。此术前期能加速修行，但后患极大。以你凡级兽轮，最多止步壮兽境界，之后再难寸进。听一句劝，换一本吧。多谢指点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识好人心，等他修废了，就知道后悔了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拿去吧，有劳。
师兄，这么多秘籍，明天我去外务堂给你要个乾坤袋。藏经阁那个大弟子叫什么？屈刀离，他本是第3代弟子，天赋不错，后来愿意留守藏经沟，才晋为第2代弟子，还算有眼力。师兄，这些武技真有用。你看不懂，也是。那我明日再来。世人只当这些是不入流武技，却无人知道，这里面藏着一个惊天秘密，而这个秘密是我亲手藏进去的。世人皆知，天命秘术为先帝所创，可沟通天命，直达苍天。可若问世间，还有什么比天命秘术更强？答案只有一个：9大天书。天地未开，乾坤如鸡子，太初言9字，9字生9宝，9宝名9书。而我曾见过其中之一体书。为了得到体书，我筹划10万年，历尽万劫。也正因这部天书，无数人想杀我，哪怕先帝也会心动。后来世人都以为鸣人先帝是天生咒体体，他们不知道鸣人的咒天体不是天生，那是从体书中修出来的。我曾怕有朝一日体书遗失，记忆被抹，所以我把体书的奥秘拆成3份，藏进3部无人看得起的武技里。没有我的排列次序，纵然有人得到这3部武技，也拼不出完整天书。洗岩谷派，我给过你们机会，可惜万古之后竟无人识货。完整了，被抹去的记忆终于回来了。这种东西留在纸上就是货，体书的原本还不到取出的时候，先把路重新走稳。师兄，今天只怕不能陪你去藏兵阁了。有事，长老派我出去一趟，要把联姻的事情向掌门汇报。去吧。师兄挑宝器的事不急，我正好还有功法要整理。那我尽快回来。鲲鹏小医六式，旁人只当它是地书墨迹，可它的源头是鲲鹏6变。当年我曾带鸣人远观鲲鹏，他从6个动作中悟出了鲲鹏6变。6式只是形，真正的鲲鹏6变是形中之意。回来了，鲲鹏6变。月窝阳诀，世人只知道它能速成，却不知道它为何会废人。前期以血切丹命魂，修行的确飞快，可到后期血切不济便会停滞甚至折寿。为了补全它，我曾找来几位先帝共同推演，如今完整奥义也该回来了。命功、术法都齐了，体质、寿轮、命功我皆不占有，所以每一步都不能急。开始修炼。月乌阳轮，阳血一寿，鲲鹏6变，扣击命功。一次不开就扣100次，100次不开就扣10000次。我可以用血气强行轰开命宫，但那会伤寿轮，精命魂留下隐患。路要走稳。开了。扣宫第2层，醒觉。命宫4象，生命之泉
生命红炉，生命之树，生命之柱，慢慢来，总会醒的。师兄，让你久等了。掌门闭了小关，我只能等掌门出关再汇报。小事，掌门那边还有一句话，说二师兄会赶回来。掌门的弟子情况有些特殊，特殊也好，普通也罢，都无所谓。师兄，你已经叩开命宫之门了。用了多久？5天5夜。5天5夜，这要传出去，不得被笑成蠢材中的蠢材？可他若是蠢材，那杜远光、徐辉、许慧法算什么？师兄，我们去藏兵阁，走。师兄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鸦。传说祖师年少时得神鸦指点，鸣人小子倒还记得。师兄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先看兵器。师兄，这是9路兽轮，以3000年铁路受精年轮计，可孕养兽轮。这是飞蛟天锁，以天兽稻骨炼成，若修到深处，可催动双头蛟法则。师兄，这里的宝器最低也是壮兽级，甚至有御神级真气。一般。哟，师兄眼界这么高，人家要先帝宝器，普通宝器哪入得了眼？看看自己也配不配？看来你们对我很不满。一个凡体废物，凭什么当首席大弟子？既然敢以下犯上，怀人把他们打出去。对师兄不敬，我只好执行命令。那怀人，你为了这个破坏，一起上！我这救你们。我要那2把奇门短刀。神鸦脚下抓着的那2把？是。放着第3层宝器不要，要2把绣刀？就像那根打蛇棍。我练的是奇门刀术，那2把短刀趁手。那只是凡铁短刀，不值钱。长老允我挑一件兵器，我挑衅他们，不应该违规。可以。我要去长老那里告你们！掌嘴！你们该谢他，他救了你们一命。想看就看清楚了。师兄，这真的是凡铁？是。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他们？如果你看得透，他们就不会一直留在那里。这到底什么宝物？不是什么宝物，以材料而论，连1两白银都不值。但是，切断王侯之兵，真人之宝，像切豆腐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跟着我，好好做事。地术圣宝算不了什么，未来我会让你修心地术。多谢师兄。凡铁锁住，却跟了鸣人一生。承在天命之后，他也没舍得丢。先帝血气蕴养，先帝意志摩挲。这2把刀真正的价值，不在材料，而在地蕴仙意。鸣人小子终究是没忘。醒了。叩宫第2层，醒觉。3个月才醒觉，若换作旁人，必被极为蠢材。万里之行，始于跬步。天赋体质不代表一切，只要道心不动，持之以恒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登临巅峰，横扫9界。